好好打。明白。姑爷同志，你好。我想了很久，有一句话，我必须告诉你：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。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。太堂，您电话通了。720他是姨妈，3号首长电话。你好，请问要哪儿？我找江南城。请问要哪儿？我不要哪儿，我就找你。对不起，我在工作，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南城，我就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好，请问要哪儿？好的。对不起，同志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已经影响到我工作了。我要收线了。我。好的，这就给您接过去。你好。姑爷，姑爷，你玩什么呢？到处找你，部队集结，查你了。哎，首长，秦汉勇的9连和陆平凡的1连已部署到位了。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秦大炮可能还没想到好的办法。看308高地方向，那片陡坡下，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。首长，喝水。看出什么名堂来了？那是9班，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！什么故技重施？首长，那古野上次就是因为迂回攀岩，占领制高点才摔坏的。顾一野，这小子的名字我还真记住了。大家听好了，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，咱们就冲上去，就300米拦不住我们。咱们争取啊，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。爷，班长，别让那边打响了啊！上！告诉二排，别冲得太猛了，多用机枪。是。回来，向营炮连发出请求，让他们别省炮弹，给我狠狠的砸。是。司法员，准备出步！出啊！佩服领教了，师长，只让你说准了。前面佯攻，后山迂回，
老套路了，但是管用啊。怎么了？问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赶紧走，动作快！情况不对啊！秦汉勇组织了2次进攻，2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。他没动真格子，有毛病。一排长，你带2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。可是那儿是悬崖，根本上不来人，更何况我们在那安排了1个班。道理是这样，要我攻，我也冒这个险。公爷，磨蹭什么呢？给我干掉他，射手子！为了闲傻子，干嘛呢？师长，他们援兵上来了！挡住！顶不住，人太多了，挡不住给他挡住！大队怎么回事？还能跑到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拿下后山高地？放下！放下！你刚才扔的手段啥意思啊？啊，是想炸我呀，还是想砸我呀？田勇到！全军覆没呀！秦大炮，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吧？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？啊？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？严都让你给我听！报告，进来。张飞呀，张飞，你他妈就这么跟我攻308高地的吗？啊！连长，怪我。一子错，满盘输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信任9班，整个连队都让你们给毁了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连长，责任在我。你，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，贻误阵机。你要调整什么状态？我犹豫了。犹豫？你也配犹豫？废物，笨蛋，傻狍子！张等章，我是海燕，谁组长我俩的海燕？因为纪律，我向他提出了分手。我看到他风一样的从我身边走过，不曾回头。他匆匆而去的背影，让我内心很痛。
练出水泡、血肿、受伤，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、更硬汉。相反，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，会降低你的素质，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。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，不是1个星期的短跑。不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，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。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，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。能管住自己、贯彻计划的人，就能赢。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，形成了水泡，就不要犹豫，切开死皮，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，再贴上胶布。我们都是人，人都会犯错。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，可能会疼，但你要感谢疼痛，因为它告诉你，你正在改正错误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，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。首长，人家都说狗忠诚，猫娇贵，那为啥狗一打就死，猫却很难打死呢？狗忠诚，猫并不娇贵，它整天的蹿房上树，所以它很难被打死。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，多学点本事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自己琢磨吧。过去啊，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，这次蓝领对抗，突然弄个自主对抗，大家都不习惯。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。计划练兵没有错，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，是把练兵当成儿戏，还是面对实战？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，打了不少好仗。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，暴露了很多的问题。最突出的，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。这给我们师的启示就是，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。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，演习输了给插个小旗子，说这次没玩好，下次再来。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。宋建设。到！你刚跟我说过，9连训练翻身了，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，打脸真够快的呀！这是720团9连的耻辱，也不是720团1连的荣耀。按这套方法搞下去，谁赢了都不光荣。你们要好好总结。啊，当做反面教材，在全师进行交流。我到你们团去蹲点，我和你们一起总结。我郑源，先从自己开始检讨。是。参谋长，副参谋长，那看见半天了，等师长呢？批评就批评了，算了，回去咱要好好练。师长说的蓝领演习的事儿吧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？看笑话是吧？你别忘了，那也是你的老连队。不是，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，一开好几宿，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。9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。我知道，我认了。你听我说完呢，我是想了个招，我想能不能帮上忙。什么招？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，队列评比？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？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，谁都没少练，关键就是往回找补自尊。你急死我了，你直说吧。我的意思啊，让女兵连
给九连加加油。低级趣味，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，不是一回事儿。参谋长，之前那是正着用，这次咱们可以反着用。您看啊，女兵的卧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。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，心里肯定不舒服，那回去肯定往死练。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，以点带面嘛，对吧？起个调子就行了，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。再说你说跑障碍，那女兵还跑不过男兵呢。也是个办法。哎呀，哼，把你调到首长身边，你不好好抓好后勤，上这来上学习班了？我主要是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，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？行，好好干。是，我走了。这边。秦连长，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？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。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，算你不够意思。9连1到7号把位，通讯连8到14号把位，加油！枪子上要站，快步走。向左向右转，准备时间。射击开始，报告。讲。申请选择射击姿势，请予批准。批准。射击开始。这小子要干什么？射击完毕，全体起立。心都快跳出来了吧？打看见你那会儿，就开始心跳了。是通讯连324环，9号韩春雨满环，9连336环，6号顾一野满环，加油！到！全体加油！向好转！报告长，下列段正在组织射击对抗训练，请指示。加油！到！师长，加油！打了胜仗，怎么不敲起腰鼓，扭起秧歌啊？你说说，你自己总结一下，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？报告师长，没有找回来，丢得更彻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，赢了是应该的，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，这不算赢。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，那样赢的话，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。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？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指导员，我们输了。那为什么还要答应？服从命令，让上就上。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，大小也算是场战斗。如果再输了，
我们9连要么是拿公民产把自己给批了，要么知耻后勇，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。报告，秦连长，说清楚，谁是游击队？沈大神，到。听到了吗？报告，听到了。跟放线架线的女兵搞对抗，赢了算什么？就这点破水平，以后上了战场，你们是不是事先联系一下敌人，让他们派女兵上来？这样的练兵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典型的玩花架子，扯淡。谁出的主意？报告，首长，是我向宋副参谋长提的建议。有意思，一个士兵决定了一个连队、一个主力团的训练，那么这个连队、这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在哪儿？一个士兵出于对老部队的关心，积极的提建议，这很好。问题不在于士兵，而在于干部。干部拿着这样的建议，是否动过脑子？是否想过如何改进？是否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所在？听说9连失败，有个具体的原因，是某个士兵的情绪受到了影响。这么说吧，什么情绪、情感、亲情，在军人的身上，都是你们个人的问题，必须要承担，必须要克服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，更不能因此影响战斗力。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，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5年前，就在你们团，有一个干部临上战场前，接到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。这位同志一声没吭，把电报揣在兜里，上了战场，拼着命打。他的连队几乎被打光了，只回来3个人。从战场上回来之后，他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他抱着他父亲的遗像，跪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整整3天，膝盖都跪肿了。这就是军人，一个把国家担在肩上，把亲情揣在怀里的军人。我倒要问问，他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宋军上，到，你说说，当时你是怎么想的？报告首长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军人的职责是在战场上把仗打赢。为此，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压力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回答完毕。我反复说过，部队的训练是什么？是战争的预演，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。有人问过我一件事，说狗忠诚，猫娇贵，可为什么狗一打就死，猫却很难被打死？我回答他：狗守规矩，猫不娇贵，整天的窜树上房，时刻警惕。我们的军队既要讲永远忠诚，更要时刻提高警惕。都说猫有9条命，我看它应该有10条命。如果要学猫，你们就不要饶恕自己，把你的9条命丢在训练场上，然后带着最后那条命走向战场。
高粱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想明白了。那段时间啊，我太沉迷于自己的那些情绪。现在我想清楚了，士兵什么都能丢，但是士气不能丢，对吧？哎，我好容易下趟基层，我不想听你叨叨这个啊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跟江南征怎么样了？师傅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胡扯！我要想跟你争，我还需要这种手段。我是想吓唬他来着，但那丫头不听啊。我在她心里就是一个逗乐子的开心果，那是威信全无啊。我要是说话有用的话，那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高粱，我想知道原因。大哥，别折磨她了，算我求求你了。那丫头也不是一般人，出身特别坎坷，她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了。什么意思？看在你们分手的份上，我跟你说一个军事机密，绝密。快说。江南征他爸是咱们师长，郑源师长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他俩现在还没相认，关系闹得挺僵的。那师长每天唉声叹气。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，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。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？我该死！他前些日子给我写信，没说破，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压力特别大。哎，这跟分手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我哪知道？那可能心情不好呗。行了，知道就得了，别再打扰人家啊！我先替他谢谢你了。这事儿跟谁都别说，保密啊！保密，保密啊！保密。720团1连接720团6连，702团作训股接702团2营，2号首长接720团团长。700团侦察连接720团侦察股。你这个兵不错，速度很快，让我送走都有事。2号首长挂。700团1连接720团4连，700团团长接720团团长，700团1连挂。720团9连接720团2连。这兵不错，节奏全乱，可惜了。702团作训股接702团2营。停。1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，成绩4分41秒。2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，成绩4分43秒。好，根据这次对抗的比赛成绩，决定参加军区比武的队员是宋小洛。小郑，比武落选了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只要你努力，总会有机会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。别放弃。作为父亲，在这个时候，很想跟你说说话，聊聊天儿。处长，把药吃了吧。好。哎呀，又写信了，这周得写多少封信了？你也不怕哪天我偷偷给他送过去？哎，不敢，我开玩笑的。到时候人家不收，给退回来，
孩子我回来骂。姜怂怂一窝。比武的事我听说了，别往心里去，下次找机会再争取。嗯。一提到9连我就卡壳。为什么呀？要我说，你们俩一个德行啊，都想当英雄，都想高风亮节，啊，都想让别人猜你们的心里话，自己嘴不说，还都不想当感情里卑微的那个人，那好事都成你们的了。不对，你们还过分呢，你们还都想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，把你们的脏活累活都干了，是吧？哎，姑爷跟你说什么呢？我才不传话呢，你们俩自己的事自己猜去吧。哎呀，我说猜也别猜了，死心吧啊！作为战友，我告诉你，顾一野因为这个感情波折，这次演习表现得不太好。但这次靶场上的事情，我觉得他走出来了。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事的话，我觉得你也得赶紧走出来。不光顾一野这么想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说，是不是在军队里想要变得优秀，就必须得付出代价，包括感情？我认为，这不是一个交易。军人的优秀，不需要用情感做交易，但是为了优秀，我们要追求坚强，克服情感上的障碍。哎，老班长泡的泡菜，拿回去，回忆一下新兵连的味道。嗯，走了。郑师长、王政委，这次这个军后勤工作组到这儿来啊，主要是对这个营房改造进行调研。2、3、4师的营房啊，大多半都是在建国初期进驻的时候修建的。如果再不改造的话，下起雨来，这到处都是水帘洞了。就是，尤部长给我们透个底，是什么规模？是大改啊，还是小改？大改。那我们真得感谢你啊！别谢我呀。这是军区的肖副司令从总后争取来的专项资金，要谢你谢他去。老尤啊，你看我们师上次报上去的关于修战备路的那个报告，这个报告不要再往军区送了。为什么？上次的报告还在军区研究呢，这次营房改造是今明2年军区后勤建设的头号工程。也是为基层做实事的暖心工程，军区肖副司令亲自挂帅，别的事情那只能是往后放了。这件事是肖副司令主抓，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，这是2回事儿。我尊重他，但是并不等于我不能当众提意见，这都是为了工作嘛。这件事情啊，军里和市里很多同志都支持他。如果因为修路搅黄了营房改造计划，你得得罪多少人呢？这些我都明白，我都能理解。我们是作战部队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过日子重要，还是战备重要？老郑，我担心这事儿会影响上下级关系，会影响师党委班子的团结。老王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得罪人，怕影响自己的前途。自己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了，那国家的事儿、军队的事儿呢，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了。这是一种病，
一种和平病。和平久了，战争不紧迫了，军人就容易犯这种病，小病不医就成了大病。我真担心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军队，没有在战场上输过任何敌人，却死于和平。我们是一支什么部队？我们是主力师，你扒了手指头算算，全军区有几个我们这样的师？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刻，我们怎么能够拉得出去？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？我们是军队里的骨干，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，所以这条路必须修。老王，我建议这个报告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上去。这报告还是我来写吧。师长政委联名。你这家伙改主意了？不是改，是确认。我要看看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。古人说得好啊，天下虽安，望战必危。你这家伙，你老王不仅有胸怀，有高度，有气魄，有正义啊，是我们师党委的主心骨啊。你这个正二杆子，就凭你这句话呀，我们晚上是不是得安排点自由活动啊？啊，那当然。高亮，拿酒来。是。科长，为了修战备路，政委豁出去了，跟我们拴到一条绳上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你就拿这酒对付我们啊！把那2瓶好酒拿来。是。喂。什么？哦，知道，我马上报告师长。把这个，师长，哎，军区的肖副司令来了。我说的嘛，咱们都3份报告打上去了，该来兴师问罪来了。那愣着干什么？通知政委列队欢迎啊！不是，肖副司令没来师部，他去哪儿了？他一竿子杀到720团去了。啊！我是小王，再拿点干柴来。是。科长，柴火太湿，怕烧不着啊。报告，报告，肖副司令员同志。柴火太湿是吧？你们来的正好。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，啊！郑源同志，王天明同志，到！你们俩给我说一说，军队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基层的官兵，没有了他们，就像大树没了根。是啊，首长，你这次的营房改造工程，我们基层的官兵感激你，我们更感激你。光感激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们知不知道？啊，我老肖活着这张老脸跑了多少趟总部啊？就批了这么点经费，啊！这营房改造工程还没等开工，你就伸手管我要钱修路。不是，你算不算修那条路需要多少钱？你算没算？我算了。他修这条路，所有的经费足可以改造我们全军区旧营房3次的了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现在中央决定啊，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，部队要忍耐。你想，总部会批吗？不可能，不批也罢了，但是你动静闹出去了，你把火力吸引过来了。如果这里边有谁在营房改造这个问题上做文章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土匪星子都会把你淹死。首长，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，这条路